我们新疆棉被美国抹黑打压了1年了，那如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我跟你说，今年新疆的农民惨得很，亏钱。那亏钱呀，亏钱的多了。今年棉花品质比去年要好得多，就是天气原因，知道吧？但是今年价格低，去年1吨达到1万多嘛，今年1吨5000多，对，就是拦腰斩断吧。老粉知道，我今年4月份呢，在新疆呢承包了一个棉花地。我原本的计划是我们做成面料卖给服装企业，然后再做成卫衣呢卖给粉丝，粉丝能买到实惠，我们也能赚点钱，棉农呢也能够多一条赚钱的渠道。但是疫情来了呢，本该10月份的采摘呢也没有办法去新疆了，导致我们整个项目也搁置了，太难了。那一面是美国的打压，一面是疫情的影响，那今年的棉农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去年因为棉花价格高，所以说今年从农资成本、种子呀、农药呀、化肥呀，包括人工、水管，还有薄膜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应该价格都翻倍了吧？对，还有个情况今年棉花价格低，国家会补贴，就是它触碰了这个补贴线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大多数的农民吧，可能赚多少钱就是赚补贴这个钱。现在能够预测出明年的环境市场吗？明年我想的话，应该比今年还要更艰难吧？为啥？因为你看现在这个时候，全国遍地开花，搞得大家就是整个产业链都不太景气。你像现在农民今年棉花是收完了，但是手里面没多少余钱，很多贷款还不上，你明年贷不出来款，很有可能很多地就种不了。那么纺织厂今年的生意如何呢？我采访了一位给某衣库、某衣某品做面料代工的工厂，在纺织这一块跟国外比还有多大差距呢？纺织这一块的话，基本上没有差距，号称世界工厂嘛，这一点在纺织服装这一块是已经体现出来了。语言方面就是相对来说，现在我们也是还是比较跟得比较近的。最好的几个国家是哪边？这样的国家嘛，就是日本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样？意大利这个品牌的东西了。那美棉到底是不是比我们新疆棉好呢？新疆棉好的地方好，比如长廊棉，我们这个美棉是不是那个匹马棉？对，匹马棉的话，和我们新疆长廊棉也差不多。但我看国内很多品牌宣传会说匹马棉比新疆棉要更好、更高端一点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匹马棉有匹马棉的好处，比如说漂白这一块。漂白好一点。对，就我听棉农说，他们得到的消息说，就是国内的需求都很大，新疆棉都已经满足国内都不够了。那是不对的，肯定要靠出口的。如果说出口这一块没有拉起来的话，你光国内用肯定用不完。然后今天去新疆采访，他们都说去年很多家，你比如100亩地、200亩的话，就可以挣到100-200万。那么去年呢，实际上你是开的农户这一块在前的，但是他们收棉花的纸棉厂可能大部分是快钱的。那未来几年如果还是这种持续的制裁，对我们有多大影响？未来几年我估计触底还没触底，肯定还要下行，还要再下。这在整个经济宏观来讲也是这个情况。你们做纺织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？未来发现我感觉我自己也很迷茫了，真的。聊完之后我都绝望了，家人们。那为什么我一个小博主要跑去新疆种棉花搞面料呢？很多人不懂原因呢很简单，纺织行业呢国外都有很牛逼的面料技术和面料品牌，比如像莱卡、天丝、索罗纳、德绒，很多人可能都穿过那几乎所有国内的服装品牌高端产品，他们都用的是国外的面料，比如像安踏、李宁这些大牌很多都是美国、德国的面料，包括蕉内搞了什么热皮、凉皮，很火其实就是日本面料的一个贴牌而已，基本都不会用国产面料别说他们了，就连我们线头计划店铺的德绒、打底衫都是德国拜耳公司的。然后美国呢，动不动给你整个打压制裁，你还没办法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打压你个新疆棉算个啥？最近11月26日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式宣布呢，全面禁止华为、中兴等中国5家公司及附属的子公司、关联公司。哇，这是要赶尽杀绝而且最狠的是哪怕你是美国的企业，也不准你买中国的设备。你听着讲理吗？那说起来呢，咱们也不能气别人，那谁叫我们不行呢？那只能挨打，对吧？那我就好奇了科技行业对吧？你说咱们技术不如人，一件衣服而已，那我们还能比国外差多少呢？国内为什么企业不去学？比如我也弄一个什么我们中国的德绒？有，现在这个有，叫法不一样。不出名不出名。您觉得不出名的原因是啥？是企业不会宣传呢，还是说技术品质上也有问题？价格上可以达得到不能讲，但是做成布以后，仔细去观察还是有点差异的。你像这种安踏这种大品牌，他们应该
该就不会买了。不会，因为在这个方面，如果是你相差个几千块钱，做到服装上相差一块钱2块钱，作为大品牌来讲意义不大。所以促使这些面料厂商越是难生产，越是卖不掉，越没有技术。对，实际上这个创新的面料我们也有很多，我们也在做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噱头的比较多，实际应用的就比较少。那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啊，一块布而已，那有什么高科技，对不对？这么讲你就明白了啊，毛细效应啊，大家知道啊，一根细管插到水里面，那管子里面的水位呢会比管子外面更高。那这一原理呢，就被利用在了某些面料上面，而这些面料呢，靠在比头发还要细的这种化纤上做一些这种凹槽啊，再利用一些这种制造工艺和化学的一些涂料啊，实现了这种吸湿速干的这种特性。那这些操作啊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这实际加工起来的难度非常大。而像纺织机械这一类产业呢，这又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短板，因为它的市场规模很小，前期的投入呢又不见得多便宜啊，不像芯片一样高投入高回报，所以导致啊，你发现10几年呢才会迎来一次技术更新的纺织机械，我们至今呢都没有追赶上的趋势啊。我还采访了一下我们中国最好的服装学院的老师，来聊聊服装教育这一块，我们国内和国外到底有多少差距？你知道服装行业对于设计师的待遇是杯水车薪，是非常少的。就以我毕业那年为例啊，我当时去面了一个国内很大的一个服装企业，你知道他给一个设计师开出的薪资是多少吗？3、4千块钱，而且是在北京，这个价格我觉得很难有大学生去接受它的，特别是现在这一代企业家，他们认为设计就是个美工，或者说你去把一些好的图你拿过来，对吧？就进行这一类的行为，他们不懂设计，设计师是很难做到顶层的。国内和国外的教育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吗？其实现在，服装设计的话语权是掌握在西方社会的。我们4大时装周或者说5大时装周吧，没有中国吧，都是在欧美。目前东京时装周也还不错，所以也导致西方的时尚教育它的资源就会比较好。就是我当时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都是国外的大牌，就他们的设计总监或者说营销人员直接来跟我们讲课的。但是国内呢，这部分的资源它就不是那么的好。这哪都不行呀。服装行业遇到的难题真的不比科技行业简单。像安踏这2年走起来了，也都是靠收购国外的品牌。李宁呢，刚走起来就有一堆的问题，剩下那几家呢，也都在本土搞什么爱国热情，挣点小钱。那国潮品牌那更是一言难尽啊，抄袭能抄好就算是烧高香了，再搞10年，我觉得也搞不出什么原创。加上现在疫情，老百姓都穷了啊，第一件事呢就是少买衣服。服装的同行们，你们绝望了吗？绝望是正常的，即使现在是行业的大佬啊，现在也很悲观、很迷茫啊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自主研发难，自创品牌那更难。折腾一番之后呢，发现还只能回去自己的1亩3分地，继续给国外品牌干苦力。那近几年的国际形势呢，也告诉我们啊，即使是当一条外国的忠犬啊，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啊。俄乌冲突让欧洲能源短缺，美国人装都不装一下，就往欧洲卖天然气啊，天是天价的天，是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所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，你强大起来才能够不被欺负，来把努力奋斗打在公屏上。那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啊，半个服装创业者，虽然我能力不行啊，粉丝也不多啊，钱呢也很少，但是我脸皮厚啊，不怕丢人。失败和困难啊，都是对我的考验，好吧？咱们明知不可为还为之，难道不值得你们给我一个点赞吗？咱们新疆棉项目明年见了。